上一次呢，由于前屋主安装的冷气排风管，导致衣柜难以使用，所以我简单 DIY 了这个衣柜，新架设层板，添加了不少的储存空间。这一次呢，跟我一起改造这个房间的其他地方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ndy。今天呢是办公室改造的第二步。上次已经把这个柜子做好了，那我要开始动工房间的其他的部分。先带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房间的格局。一进门的这个角落，我放了一张沙发床。这个沙发床之前是别人送我们的，我觉得很方便，就是平常的时候可以当沙发用，但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可以瞬间变成一个 queen size 的沙发床，而且还蛮好睡的，所以我就想要保留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房间的角落是有2扇窗，刚好形成这样子的一个角落空间。在这个窗户旁边，我摆放了一张 IKEA 的桌子。至于书桌为什么放在这个角落呢？这是有一点风水的考量。我稍微查了一下，就是风水的说法，关于书桌摆放的位置。像我想做这种比较创意相关的事情的话，建议把桌子面向窗外，说是比较会有源源不绝的灵感。所以我原本是想把这个桌子放在2个窗户的这个角落，但是风水上又有另外一个说法是，你坐着的地方背后是要有靠的，这样子会有一个安定心理的作用，不会有那种我坐在这里，但是突然会有人从后面走过去啊，你会有点心神不宁。所以后面要有靠，就是防止被这种突然进出的人事物干扰做事这样。那真的有人进来 ，OK， 我侧边就可以看得到他在这边，而不会在我的后面我看不到的地方。总结下来就是后面要有靠，那前面又要可以看到窗，所以我就觉得桌子放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坐在这里呢，前面就有一点空了嘛，就打算放一个矮柜在这边。毕竟这个房间除了上次改造的衣柜以外，并没有其他的收纳空间，所以我觉得这边放个柜子也是挺合理的一件事情。那桌子的后面就是我上次所改造的衣柜的部分，这样就大概介绍了这个房间的空间配置。至于整个房间的颜色，目前是白色，我几经纠结，想要换个颜色，换个氛围。我还去做了选色，我拿了一些色票贴在墙壁上，去请朋友看说哪个颜色比较适合。那我最后挑选的是这个有点米灰色，我觉得挺好看的颜色。但是跟我老公讨论完以后，我们两个都觉得好像办公室维持留白也没有什么不好，越简单的设计会让人越能够 focus 在你自己想要专注的事情上面，所以也许不刷漆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就省了这项工程，也省了一点成本，那我觉得效果应该也是不错的。OK，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这张沙发床很妙的是，我一直以为它是红色的，因为我记得就是之前的人给我们这张沙发床的时候，它一直都是盖着这个红色的布，我以为它本身是红色的，因为这次搬动它，我才稍微翻起来，发现下面其实是一个很好看的灰色耶，而且看起来是有拉链，应该是可以拆下来洗的一个设计。所以我想，那我就不用包这个丑丑的红色的布，然后我另外又套了一个旧的床单，那我就直接把这些都拆掉，用这个原本的灰色就挺好看的。
我预计要在这个角落放一个立灯，还有一张小边桌，营造出一个可以阅读的空间。这个灯呢，之前是我们房东留下来的，刚好可以使用在这个房间上。哇，旧的东西都有灰尘。沙发啊，我拆掉以后发现，其实它的布套有点裂缝。我在想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之前朋友才把它套起来。因为它这个裂啊，我很怕说之后布套脏了要拆下来洗，可能会裂更大。但我真的觉得红色实在太丑了，所以我稍微量了一下这个沙发的尺寸。那上 Amazon 买这个新的布套。来试看看能不能帮它改头换面一下。是我第一次买沙发套，其实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小折痕，没有办法超级无敌平整，但是还 OK 啦，可以接受的程度。这还蛮好摸的，蛮好躺的，喜欢。接下来我打算在桌子的旁边这面墙做一块洞洞板，收纳一些我平常常用的文具、工具、笔记本等等。毕竟这个桌子是没有收纳功能的，所以坐在这边工作的时候，随手可以取得一些文具用品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我这次使用的洞洞板也是 IKEA 的。基本上这个房间除了衣柜是我手工做的以外，其他几乎都是 IKEA 的商品。第一个是设计很简洁，那配色也柔和，看起来舒服。最重要的是便宜，而且你说非常不耐用吗？其实正确的使用也是蛮耐操的。所以我就这次都是选择 IKEA 的商品。这个洞洞板刚好在特价。那我也评比过其他家出的洞洞板，我就觉得还是
IKEA 的造型比较好看一点，它的配件也多种，比较容易选择到适合的容器来盛装物品，摆出来的风格也很一致，好看简洁。我安装这个东东板在墙上的时候啊，我发现它包装里面是没有含上墙的螺丝的，我就找了2颗适合大小的螺丝来锁。而且我看别人的安装经验是，没有一定要锁在 stud 上面，就是那个柱子上面，他们是直接锁在 drywall 上。可能一般会放在东东板上面的东西也不至于到太重，所以不需要一定要有这么强的承重。但是我可能还是怕它哪一天掉下来，所以我还是有一边是锁在 stud 上面，那另外一边的确是没有锁在 stud 上面。我是先打了1颗膨胀螺丝进去，让它就算只是锁在 drywall 上面，也是比较稳固一点的做法。现在都装好了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桌子上的瑕疵，我就觉得它是有一点凸出来的，然后又有点裂缝，因为它里面是木粉压制成的，所以如果直接去打磨它的话，会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平整光滑的表面。所以我买了这一罐木胶水，先涂在它的表面上，让它的木粉沾了这个木胶水以后，可以更容易的打磨。木胶水以后，我打算先让它干一阵子，我稍微把它涂匀一点。看起来已经干了，我们可以用砂纸稍微打磨一下。我现在觉得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其实这个木胶水啊，它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以渗透到木粉里面深层的部分，它只是在表层而已，所以我其实用砂纸轻轻打磨一下，它就整个被打磨掉了，那就会露出原本木粉的状态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去做使用。我决定再试一个网络上说的说法，是要稍微刮深一点，再把胶填上去。我摸起来是很光滑的触感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部分应该蛮适合上漆，就可以遮掉这个丑丑的洞了。OK， 总结一下这次的 IKEA 桌面修补，我觉得没有到非常成功，但是就是至少比原本好。就你猛然一看是看不出来，但是你仔细看还是会发现，油漆的一点点的纹路感。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改进这个修补的步骤的。首先，因为我反复的测试，所以我其实打磨非常多次。就是不管是用这种砂纸啊，还是用这种打磨机，我其实打磨了非常多次，就是同一个范围，连原本好的桌面的部分也被我打磨掉了。
有时候是因为一开始不知道我是直接放木胶水，然后发现木胶水融不进去，那我打磨。有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我以为木胶水干了，事实上没有，就我一打磨发现又被我磨掉了，那就只好再重新来一次。所以我光拍这件事情就拍了3天吧，因为我一直心急想要把它拍好，就一直想要赶快尽早把它打磨掉，那就不止一次把还没完全干透的木胶水打磨掉。所以我觉得你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，应该是先把它铲平，往下挖一点点的部分，那涂木胶水，木胶水一定要超过它的范围，因为你到时候才能打磨吧。如果是很小很浅的洞的话，我是觉得大概几个小时就干透了。但是如果像我这个范围比较大的话，我是建议至少等个半天1天的，你再去做打磨，这样子你才不会像我一样打磨太多次，把旁边明明就很漂亮的桌面也一起刮除了。最后在上漆的部分，我用的是跟我的柜子一样的漆，贝尔 Swiss Coffee， 那反光度一样是 Semi Gloss， 我是觉得颜色蛮相近的啦，就是你猛然一看是看不出来的。对，那现在看起来是还 OK， 只是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子。那分享给正在跟他奋斗的各位，当然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方法，也可以分享给我。这个衣柜旁边这面墙的部分，我其实原本是要放洞洞板的，就是使用洞洞板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要很方便的随手拿取东西，但是我的桌子又不在这里，那我平常要办公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坐在办公桌前面，我觉得洞洞板可能移到旁边那面墙，使用上会比较合理一点。那这边呢，我又觉得好像空在这边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我印象中我家有一个这个有点像留言板部分，我觉得非常适合挂在这里，就可以随手记一些需要记录的事情，比如说要采买的东西之类的。那上面也可以钉一些好看的装饰，或是一些 memo 这样，所以就决定钉在这里，因为我觉得它的尺寸也非常刚好。刚好这个木色配白色的搭配也很符合这个空间，所以我就打算放在这里了。天花板上的吊扇灯，我发现有些之前油漆工不小心喷到的漆没有清干净，趁这次改造我也想一并把它清除干净，比较不会那么的碍眼。我准备的是抹布，还有一罐除油漆的清洁剂、油漆工具、一些报纸，还有保鲜膜。我想先用这个除油漆的清洁剂先喷在有油漆的地方，然后用保鲜膜包起来，大概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吧。等到它这个溶剂去溶解那个油漆以后，我再用油漆工具看可不可以把它刮掉，然后最后再用抹布把它擦干净。不得不说，那个清洁剂蛮厉害的，我才让它包个，我好像包了1个小时吧，然后就漆很容易就掉下来，就算是没有掉下来的漆，我用油漆工具稍微刮一下，它也都掉了。没有凸出来的油漆部分，我也是稍微用湿的抹布擦一下，它也很容易就擦得掉，所以现在还蛮干净的，现在就是清得很干净。
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关于格局、空间配置还有家具摆放的部分。那下一集我将会着重在布置这个空间，还有整理收纳我的物品们。那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我预计是要在这边打造一个读书的小角落，所以应该会放一张桌子。我预计要在这个角落放一张桌子，还有一个立灯。我预计要在这个角落放一个立灯，还有一张桌子，一张小边桌。我预计要在这个角落放一个立灯，还有一张小边桌，营造出一个可以阅读的空间，阅读的小角落，营造出一个可以阅读的小角落，营造出一个可以阅读的小角落，营造出一个可以阅读的小角落。